伊朗局势失控，美以逼近，哈梅内伊 B 计划浮出水面，波克罗夫斯克承压，乌军多点反击。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伊朗的局势正在迅速失控，反政府抗议已经持续超过1周，而且这一次民众抗议不再局限于德黑兰街头，而是全面扩散开来。根据多方消息，抗争行动已蔓延至全国170多座城市，从核心大城市到边境城镇几乎同步点燃。那么伊朗政权会下台吗？美国会对德黑兰政府出手吗？下面先让我们来看看民众抗议的镜头。这个视频显示，在德黑兰南部的纳奇阿巴德，一辆载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的巴士遭到不明爆炸物直接命中。这个视频画面来自德黑兰街头，一名勇士率先冲向开枪镇压群众的军警，以肉身对抗国家暴力。他的勇敢精神激励现场抗争群众一起上前正面对抗军警。这是1月6日，伊朗西部松露尔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年轻的抗议人群高喊反政府口号，呼吁现行政权下台。这个画面显示，在伊朗西部马莱克沙西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政权军队直接用 DSHK 重机枪向抗议者扫射实弹，造成约2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民众的恐惧也转化为勇敢的反击。画面可见，勇敢的伊朗民众已经占领了德黑兰周边所有地区，他们高呼打倒暴君，要求自由，并呼吁在全国各地举行抗议活动。大批抗议者涌上街头，导致交通严重瘫痪，伊朗政权已接近崩溃边缘。总部位于美国的人权运动者新闻通讯社1月6日表示，伊朗抗议活动中已有29名抗议者、4名儿童和2名伊朗安全部队成员丧生，还有超过1200人在持续1周多的抗议活动中被拘留，且抗议活动仍未见停止迹象。这几年，伊朗政府其实多次遭遇过挑战统治的全国性抗议活动，过去的应对方式也很直接，一旦局势失控，就动用安全部队强力镇压，硬把风波压过去。但这一次情况明显不同了，因为伊朗统治者第一次同时面对2种叠加在一起的巨大压力，一边是持续升级的国内动荡，另一边则是越来越真实的外部军事威胁，两条战线同时拉满。问题在于，伊朗政府看起来几乎束手无策，他们既拿不出一套明确的政策来扭转由通胀和货币崩溃引发的经济危机，也不愿意在核计划问题上做出让步，以避免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发动的新一轮空袭。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外部压力又无法回避，局势就这样被卡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临界点上。与此同时，美国方面的态度正在迅速变得更为强硬。美国总统川普至少2次公开表示，如果伊朗当局杀害和平抗议者，美国将会出手介入。而真正让伊朗领导层感到震惊的是最近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美军在3日对伊朗的亲密盟友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并最终逮捕总统马杜罗。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警告其他国家引以为戒。在德黑兰看来，这已经不只是单一事件，而是一套可能被复制的行动范例。一旦条件成熟，完全有可能被用在伊朗身上。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分析人士戈尔哈基表示，委内瑞拉和叙利亚领导人垮台时，严重的经济问题都扮演了核心角色。经济崩溃引发民怨沸腾，民怨又直接打击安全部队的士气，最终导致防线崩溃。他警告说，当政报警察、安全部队甚至军队都在为基本生计而挣扎时，政权的稳定就会迅速被掏空。伊朗要小心了，同样的剧本会在伊朗重演。有消息透露，以色列安全内阁已在4日批准了一项针对伊朗的代号为“铁拳行动”的军事计划，
目前这项行动的具体目标和作战方式仍然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外界无法确认其完整内容。不过，根据中东情报来源，美以联军有可能在未来72小时内对伊朗发动一次规模不小的联合军事打击。而据以色列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计划一套斩首加逮捕的联合方案，目标正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本人。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川普上周威胁对伊朗动武之后，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3名匿名伊朗官员透露，会议重点讨论的一是如何以相对缓和的手段遏制抗议，避免进一步激怒民众；二是如何为可能到来的军事打击做准备。这3名官员还表示，随着抗议持续扩散，伊朗高层在私下会议和内部谈话中已经开始承认，伊朗正进入一种因应危机的生存模式。政府手中几乎已经没有政策工具能够同时应对由经济崩溃引发的社会动荡，以及来自以色列和美国的外部威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最近坦言，面对当前一连串棘手问题，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种表态本身就反映出局势的严峻程度。分析认为，真正修复伊朗经济需要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包括与美国达成新的核协议、解除制裁，以及对国内长期存在的系统性贪腐下狠手。但现实是，伊朗政府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意愿去推动这些改变。在伊朗情势本就紧绷的情况下，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又让整体情势进一步恶化。去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双方爆发了持续12天的激烈冲突，最终以美国出手轰炸伊朗核设施告终。这场冲突虽然暂时画下句点，但并没有真正结束风险。知情官员透露，过去1周，伊朗政府内部的担忧正在明显升高。高层普遍认为，如果国内动荡持续发酵，以色列很可能会再次出手，而这一次，伊朗将很难同时应付内外2条战线。在这种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上周紧急召开了2场会议，与经济顾问委员会集中讨论当前局势。官员透露，一些顾问私下建议佩泽什基安在公开发言中适度转移责任，因为在伊朗这种双重权力结构下，真正掌握最终权力的并不是总统，哈梅内伊才是伊朗实际上的1号人物。但哈梅内伊的态度依然强硬。3天前，他公开表示必须惩罚暴徒，并将货币贬值和其他经济问题归咎于外部敌对势力的破坏。伊朗分析人士拉赫马提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幸的是，伊朗政府对国内局势和不断加大的国际压力，既缺乏清晰判断，也没有成体系的应对策略。他说，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当局正在刻意让抗议者先发泄情绪，因为伊朗已经非常接近一个真正的引爆点。说到哈梅内伊，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背景，其掌控着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资产网络。根据路透社2013年的一项调查估计，哈梅内伊持有和控制的总资产高达950亿美元，涵盖房产和公司。他的许多高级助手也已经将家人安排在国外，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迪拜。1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所谓的 B 计划。一旦伊朗局势彻底失控，他将带着他20多名心腹和家人逃离德黑兰，目的地直指莫斯科。报道援引英国情报人士的话说，德黑兰方面已经为哈梅内伊准备了非常完整的撤离方案，包括详细的逃离路线、安保部署以及配套的后勤保障。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设想，而是一套已经被认真规划过的应急预案。一名情报消息人士表示，这份 B 计划是为哈梅内伊及其极其亲信的合伙人和家人准备的，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及其指定的继承人莫吉塔巴。而且准备退路的显然不止哈梅内伊一个人。报道称，不少伊朗高官近段时间也在私下评估离开伊朗，转而在海外生活的可能性。但现实问题是，他们真正能选择的国家其实并不多。在伊朗的判断中，
目前唯一既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哈梅内伊提供庇护的国家只有俄罗斯。意愿这一点几乎不用怀疑，但能力到底如何却要打一个问号。一个绕不开的例子就是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自从他逃往莫斯科之后，外界多次传出他已经死亡的消息，但本人至今没有公开露面。到底是安全因素、健康问题，还是政治考量，外界无从得知。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让任何一个寻求安全避风港的领导人心生警惕。更何况就在最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遭遇也成了活生生的前车之鉴。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局势崩塌前等到那班离开的飞机。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泰晤士报》的报道做出回应，但阿萨德的结局再加上马杜罗这几天的处境，无疑已经摆在哈梅内伊面前。如果伊朗安全部队无法继续遏制抗议浪潮，或者像委内瑞拉那样出现关键层级的内部叛变，哈梅内伊就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逃往莫斯科很可能就成了最后的选择。但问题在于，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阿萨德是在最后一刻登机离开的，而马杜罗则被认为根本没有等到那个窗口期。更现实的一点是，哈梅内伊今年已经87岁，高龄让任何形式的紧急撤离都变得更加复杂，突发状况也更多，容错空间反而更小。1月6日，俄乌战争进入了第1413天。战场最新消息，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发动进攻，但未取得进展。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坚守着波克罗夫斯克北部，同时加大了对罗登斯克方向的反击力度，试图重新稳住外围阵地。但必须承认，这里俄军攻势非常猛烈，部分兵力同时向赫里申方向推进，试图从侧翼绕过乌军防线。乌克兰第7快速反应军明确表示，自年初以来，俄军明显加强了攻势，核心目标就是通过赫里申和罗登斯克实施包抄。不过，乌军进行了反击。过去2天，在赫里申方向，乌军摧毁了10辆摩托车和越野车。在米尔诺赫拉德，乌军控制了北部区域，成功阻止俄军从南侧调集装备支援。但从整体判断来看，波克罗夫斯克局势依然严峻。俄军要完全夺取这一区域，仍然需要付出时间和不小的代价，但这个时间窗口确实在逐渐逼近。再看南线，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向胡利亚波列发动攻击，但未能取得进展。乌军在扎波罗热西部继续坚守阵地。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战斗方式明显升级。俄军利用一条天然气管道秘密推进，试图实施渗透。但乌军第77旅及时发现，随后对管道出口附近集结的俄军步兵实施炮击，当场击毙大约40人。与此同时，乌军在库皮扬斯克中部还取得了小幅推进。俄军虽然发动反扑，但依然未能改变局势。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第24旅发挥稳定。俄军试图借助积雪掩护集结兵力，结果被乌军精准打击，人员和装备损失不小。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俄军取得了非常有限的战术进展，但并未形成突破。至于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克、莱曼、西维尔斯克、赫尔松等多个方向，俄军均发起攻击，但都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值得单独一提的是库皮扬斯克今天最新的战况。乌军第77空突旅击溃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渗透行动，大约50名俄军试图通过新普拉托尼夫卡北部的联盟天然气管道向扎格里佐维卡方向渗透，结果遭到伏击，至少40人被当场击毙。同一时间，乌军快速搜索反应军团第12重装旅和第43机步旅，在第115机步旅掩护下，全力向奥列克桑德夫卡东南推进，连续击溃俄军第6集团军和第1近卫坦克军下属多支小股部队，收复至少10平方公里。战线再往南，莱曼战场攻防极其激烈。乌军抓住俄军主力进攻莱曼镇的时机，果断反击，
一举收复了迪布罗瓦村。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同样夺回了一处村庄。但如果要评选昨日表现最突出的部队，很多观察者认为是恰基夫亚尔的乌军第24旅以及红军城方向的乌军第14旅。其中，第24旅一天之内摧毁火炮2门、车辆7辆，并击落或摧毁无人机超过300架。在波克罗夫斯克战场，乌军第1军亚速部队第20卢巴特旅以及空降兵第132独立侦察营已经在罗丁斯克镇升起了乌克兰国旗。第20卢巴特旅与第425独立突击团还对盘踞在米尔沃格勒的俄军发起猛烈攻击，正在逐步收复失地，战斗仍在持续。此外，乌军第14切尔沃纳卡利纳旅在巩固海丘尔河以东邻县阵地，夺回拉迪斯内村外围的同时，还歼灭了一支俄军摩托化突击小队以及2名骑兵，单日收复 13.7 平方公里以上，这是近期乌军旅级单位中极为罕见的战果。最后看胡利亚波列前线，乌军南部集团发言人沃洛申1月5日表示，这里的巷战异常激烈，仅昨天一天就记录了65次交火，而今天截至傍晚已经接近40次，还有多场战斗仍在进行。他说，虽然俄军始终未能在该镇建立稳固立足点，但几乎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在反复争夺。俄军还试图从南侧绕行，攻击胡利亚波列东南的扎里兹尼奇内定居点，投入的2支突击编队几乎全军覆没。乌方统计显示，过去1个月，仅这一南部轴线就消灭了超过1万名俄军，其中约 70% 的伤亡发生在胡利亚波列附近。而在技术层面，1月5日，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公布视频显示，乌军第412独立无人系统旅在顿涅茨克方向成功摧毁了一套俄军 9S-32 雷达，这是 S-300V 防空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理论上可同时引导12枚导弹攻击6个目标，这次被摧毁，对俄军防空体系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整体来看，1月6日的战场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特征，俄军在多个方向持续施压，但乌军在关键节点上依然保持了防线，并且在局部不断制造反击窗口。战局仍然焦灼，但远未尘埃落定。而在前线战场陷入焦灼之时，俄罗斯首都连续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空袭威胁，多座机场被迫关闭，航班停飞。莫斯科一度出现了天空中几乎没有任何飞机的罕见场面。有分析直言，2026年莫斯科很可能将成为乌克兰最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据开源情报技术等多个频道披露，由于无人机威胁持续存在，莫斯科对各大机场实施了严格限制措施，部分时段甚至全面停飞。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里几乎难以想象。而这并不是孤立事件。稍早之前，俄罗斯境内多地同时遭到近500架无人机组成的集群攻击，其中相当一部分直接指向莫斯科方向。俄军方面随后宣称，他们击落了437架无人机，其中在莫斯科上空就拦截了57架，并坚称机场已经恢复正常运营，否认首都空域被封锁。但现实情况是，不少旅客的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很多俄罗斯人也在2026年的开端，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战争正在逼近日常生活。从军事角度看，这也清晰反映出乌克兰攻击策略的转变。过去更多是零星、象征性的远程扰袭，而现在明显升级为系统性的饱和式无人机打击。路透社在相关分析中指出，2026年乌克兰发射的远程无人机数量很可能会超过俄罗斯，而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核心城市将成为重点施压对象。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罗斯的核心机场未来可能会周期性陷入关闭状态。事实上，仅在2025年，俄方机场被迫关闭的次数就已经超过了此前数年的总和。随着乌克兰无人机产量持续提升，加上欧洲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这种大规模饱和打击已经不再只是设想。与此同时，基辅方面也公布了一组值得关注的数据。
他们称，仅在去年12月，乌军就击落了超过 3.3 万架俄军无人机，刷新纪录。更关键的是，乌克兰在拦截型无人机领域取得了突破，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对抗对手的高消耗战术，这在长期消耗战中意义不小。而在昨夜的行动中，乌军的打击并不局限于莫斯科方向，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其他地区，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在莫斯科附近的利佩茨克州，一座俄军石油仓库被击中，引发剧烈爆炸，现场火球冲天。而在欧亚交界的巴什克尔托斯坦地区，乌军无人机命中了一家石化工厂，浓烈白烟迅速升起，画面相当震撼。综合来看，这一轮无人机空袭整体效果不足，对俄罗斯的航空体系和能源设施都造成了明显干扰。当然，从技术角度说，命中率仍有提升空间，但趋势已经非常明确，战争的前线正在从边境一步步逼近俄罗斯的核心城市。未来一段时间，莫斯科的天空恐怕很难再真正安静下来。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